Hello， 大家好，今天我会教大家怎么用移动平均线来判断股票的强弱，以及股票的趋势究竟是长期上升还是长期下降。这个简单而实用的技巧能够帮助我们顺势操作。买股票时要做对大方向，真的非常重要。找强势和处于长期上升趋势的股票来做多，这类股票长期继续上涨的几率比较大，操作这类股票的胜率和风险回报比例自然也会更少。同时呢，也能够帮助我们规避弱势和长期下跌的股票，大大减少亏损的可能性，也能够大幅的缩小我们的选股范围。一定要记得看到最后，因为视频的最后我会告诉大家均线使用最重要的一部分，能够提升大家的实战能力，但是呢，却常常被很多新手忽略，甚至老手也只是略知一二。所以记得把影片看到最后。那么我们回到正题，什么是均线和它背后的概念又是什么呢？均线简称价格日移动平均线，英文简称 MA。 例如图中的 K 线连续走出3天的收盘价分别为1块、2块和3块，而这3天的收盘价相加除以3，也就是1加2加3除以3等于2，而这个2呢，就是3日均线的第一个点。而后又走出了一天，收盘价4块，再次重复上面的计算方式，就是2加3加4除以3等于3，这个就是3日均线的第二个点。而我们通过连点呈现之后，就得到了基础的3日均线，并且会随着后续的行情延伸不断的重复计算方式，均线呢也会跟随交易日的推进而不断的移动，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均线也叫价格移动平均线的原因。不同参数的均线计算的参数不同，例如5日均线就是5个交易日相加除以5， 10日均线就是10个交易日相加除以10，计算的原理是一样的。简单来说，均线就是把过去一段时间的平均成本图像化，并且以较为平滑的方式呈现出来。实战当中呢，可以帮助我们更加清楚地判断股票的趋势。而我们明白了均线的计算方法和概念之后，接下来我会从最重要的年线，也就是250日均线开始讲解。当我们打开股票趋势图的时候，第一样要留意的就是这只股票的250日均线，也就是图中的这条均线。在道氏理论当中，主要趋势的定义是1年及1年以上，且不同级别的趋势之间会相互的影响，而年线250日线反映的就是股票的主要趋势。如果你的目标是在做多的过程当中取得可观的利润，那么你要记住的第一个口诀就是主要趋势定战略，次要趋势看压力，在日常波动当中找到合适的进场点。在视频的最后，我会给大家分享全套的均线交易技巧，记得点赞订阅。所以首要目标是找到一些处于长期上升的股票来顺势操作，趋势一旦形成不会轻易改变，这类股票长期来说继续上涨的几率是比较大的。但是在运用250日线时要记住2个重点。第一是股价必须要在250日均线的上方，第二是250日均线的方向向上扬，符合这2点的股票呢，就是处于长期上升趋势。我们以这只股票为例，在2023年1月份，股价在250日线上方运行，且均线方向向上，代表股价进入长期的上升趋势，也可以理解作是长期的强势。我们看到股价即使有中短期的震荡，长期来说还是继续上涨的，这里价格也是从17块左右涨到了57元。而后股价并未就此结束，就如同前面刚讲到的趋势一旦形成不会轻易改变一样，所以我们后期看到后面的股价又从57元涨到了140块4元。面对这种长期向上的股票，应多以持股为主，逢低加仓才能够将你的利润最大化。但值得注意的是，趋势并非一成不变。例如台积电这只股票在2022年的2月份跌破了250日均线，而跌破之后股价向下回落，均线向下弯曲，代表长期方向已经改变。此时要注意的是要及时的抽身。而后我们看到股价在跌破均线后开始疯狂下跌 50%， 而在长期的下降趋势中，无论我们如何做多都很难获利。
所以选股时要尽量避开处于长期下降趋势的股票，那我们亏损的概率就会大大的减少，或者呢及时更换策略，顺势做空。第二条我们要关注的均线就是40日均线，它反映的是股票的次要趋势。如果股价在40日均线之上，同时呢40日均线的方向是向上翻扬的，代表这只股票中期强势，或者说处于中期的上升趋势。例如这只，首先250日年线的方向大方向向上没有问题，再看40日均线的方向依然是向上的，说明这只股票在长期向上的基础之上，中期也是向上的，此时做多胜率将会再次增加。这里要注意的是，方向向上不代表可以立刻买入，实战当中一定要考虑乖离的问题。那么到底应该如何交易呢？下面给大家分享的是来自世界著名交易大师格兰威尔的均线交易法则，我把它整理成了方便大家理解的口诀，分别是均线向上拐，股价突破均线买；均线向上拐，股价回调支撑买；均线向上拐，股价跌破收阳买；均线向上拐，股价加速远离卖；均线向下拐，股价跌破均线卖；均线向下拐，股价反弹受阻卖；均线向下拐，股价突破收阴卖；均线向下拐，股价加速远离买。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了。喜欢的话可以点赞订阅，后期持续分享更多实战干货。